那么另外一个要讲的事儿，就是隋唐时期的砖石建筑的遗存。那么这部分东西就相对木结构来说稍微多一点。那么它也可以，比如说塔。如果我们说塔的话，我们基本上现在有3类塔。一类呢是楼阁式塔，比如说像西安的大雁塔、旋状木塔，这都属于楼阁式塔。那么还有一类是这种像松岳寺塔那样的所谓密檐塔。那比如说西安的小雁塔、登封的法王寺塔，基本上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再有就是第3类单层的塔。那么这类塔主要是一些僧人的木塔，当然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塔，可能保存舍利啊什么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讲过去有一个说法叫阿育王塔，阿育王塔基本上这样一种类型的东西，但是大部分都是木塔，都是一些高僧的木塔。从文献记载看，那么在隋唐时期曾经有一些很大的木结构的塔，比如说我们以前提到公元611年隋朝建的这个禅定寺塔，7层高，那么他说是330尺，好像很大了。今天应县木塔也没那么高，应县木塔现在60几米，300多尺，差不多就将近100米的样子。那么还有就是叫做净法寺木塔，这也是隋代的。那么高度呢，大概是150尺，40几米高，这个好像还比较正常。那么等等，有很多的木塔，但可惜都没有能够保存至今。那我们现在留下的木结构的塔，只有这个山西应县佛光寺释迦塔这么一座啊，这是辽代的，那么距今也差不多将近1000年的时间了。这张图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楼阁式塔、密檐塔和单层的塔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啊，就是这样分成这样3类。除了塔以外，唐代还有很多石刻，就是所谓经幢，上面刻经文或者刻什么事儿，然后可能是8面的，上头有华盖呀，有煞呀，然后下头有一个底座啊，中间是状身刻字儿啊，或者纹样。那么这种东西呢，也还有不少。那么它很多是刻经文的，实际上它有一种镇压，把一些邪恶的事情能够排开这样的一种功能。那么这是在佛光寺的，这是公元857年的一个状。那么上头有很清楚的这个纪年，那么跟这个佛光寺的时间是能够，东大殿的时间是能够对得上的，是它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佐证。这是在上海松江一个陀罗尼经幢，也是唐代的，很漂亮，是吧？上头有很多雕饰，非常丰富的雕饰。那么从这些雕饰上呢，也有一些建筑的形态能够描绘出来，比如说栏杆啊，那种造型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些佛作，比如说像昆门啊什么等等这些雕刻。当然还有一些像这类东西常用的，比如狮子啊什么这些雕刻，这个形象都在这个松江这个塔刹上能够反映出来。那么它的时间是公元859年的。那么这是我们现存的2个经幢啊，都是开元年间的，开元天宝年间的经幢，也是类似的这样的做法。如果我们分类，我们讲一种是楼阁式塔，楼阁式塔的来源很清楚，就是从原来早期的中国楼阁转化出来的。它在楼阁顶上加了一个塔刹，做了一个佛教的这种标志，它就变成一个佛塔。那么这类塔一般是可以登临的，可以爬上去。那么像早期的这些塔，它里头很简单，就是大部分是一个空堂，就砌一个像烟囱一样砌一个，然后里头铺那个木楼板，架木楼梯，可以爬上去。那么到了后来就比较复杂，就是它是一个实心的，就是里头有空间，是吧？但是它那个楼梯呢就是砖砌的，就从里头钻来钻去，那么曲折上去的那么一个楼梯的形状。
但是早期的比较简单，包括松岳寺塔，都是一个像你进去一看哦，烟囱一样。然后如果原来好的时候是有木楼板，楼梯可以爬上去。那么大雁塔实际上就是对于西安当年的长安来说很重要。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原来说它是供奉了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佛像舍利和经典，经文供奉在大雁塔上面。那么甚至什么考了状元啊什么的，这个还要在上头提名，变成一种活动变成好像这个都要去做的一件事儿。这个在城最高的一个地方要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么所以大雁塔很重要。当然我们现在保存下来的大雁塔芯儿是唐代的没问题，但是外面是明代包过的修过的，所以它现在从外面看更像一座明代的塔但是芯儿是唐代的没有问题。这是楼阁式塔。那么另外一座非常重要的楼阁式塔就是玄奘的那个木塔，这个呢是公元669年的，7世纪的东西。那么玄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有一个玄奘的那个取经的那个路线图，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沿着丝绸之路然后都过来，然后进到这印度次大陆，然后沿着这个圣地他都跑了一圈，然后最后再取到喀什什么这样回来。那么他带回来大量佛教的经典，然后他自己翻译，所以他对于这个中国佛教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么他的木塔应当说也是我们保存下来楼阁式塔内容比较丰富的一座，它细部的这些斗拱的做法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细部的做法都表现得很清楚。那么它也是我们今天可能跟玄奘的这个最直接的一个历史的见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西安的小雁塔，这个更晚一点，是公元707年的这是一个密檐式的塔。那么它跟楼阁式不一样，但是这类的建筑其实它更能反映这种佛教的一种标志性。它整个造型其实更像一个佛教的那种塔刹的造型，更像这样的一个造型，它的节奏感更强，节奏感更强。那么这类的塔保存下来还是不少的。那么小雁塔同样也是就是中心有一个筒有一个室内的空间可以上去。那么再有一个类似的塔是陕西的这个香积寺善导塔，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它的时间呢是公元681年的，稍微早一点点。那么它是一个方形的塔，唐朝的塔大部分是方形的，特别是这种高层的塔，我们现在留下的大部分是方形。大雁塔是方形的，小雁塔是方形的，玄奘木塔是方形的。那么包括我们看的这个香积寺善导塔也是方形的，方形平面比较多。那么到了宋以后就是八边形的这样的塔比较多一点，比较多。那么这也是他们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平面形式不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唐代的密檐塔就是河南登封的法王寺塔，那么这也是一座唐代的密檐塔了。还有大理崇圣寺的千寻塔，当时是南诏国的佛寺的建筑。那么后来稍晚的时候，在它的两侧又建了两个，就相当于我们宋代时候又建了两个小塔。那么这是实际上云南地区就是当时南诏国区域当中的一个佛教重要的寺院，它反映了当时的佛教文化的这种向西南地区的传播。那么实际上云南地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佛教发展的区域，包括它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那种密切的关系这个地方佛教也是教派交织很复杂的一个地区。那么像这个大理的这个千寻塔，反映了这个地区佛教发展的一个当时的盛况。那么这是多层高层的塔，砖石结构的塔。当然从这个砖石结构的建造技术来说，
那么它仍然是有很高的这个发展的水平的。中国的建筑体系当中，木结构是一个主要的体系，是一个基本的体系。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并不是说在中国砖石结构就没有发展。那么无论是从墓葬这种拱券这种大的形成这种空间还是像这些高层的塔，那么在中国同时也是在发展。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保存下来一些这个单层的塔，比如说山东历城的神通寺四门塔，这是一个隋代的塔，它的建造时间是公元611年，这是我们现在大概认为是比较早的一座塔一座佛教塔。那么它造型非常简单，四边形的，然后所有都很方正，然后那个顶部是一个塔刹的样子，是吧？包括在石窟当中常见的一个基座一个座上的一个塔刹很简单，但是整个塔的比例非常漂亮，非常漂亮。那么它的建造，也是它从技术上来说，更多的反映了石结构自己的那种关系，很清楚的一个石结构的逻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塔，就是河南安阳的修定寺塔。那么这个塔的建造的时间大概是公元758年，这个塔非常漂亮，就是它的表面都是那个布满了纹饰的这个砖雕，这个在我们现存的塔当中可能是一个孤立。其他的比如说千佛那是有的，就是一个个小佛龛千佛这种塔是有的。比如说后来宋代的那个河北的普利寺塔，这种千佛是有的。但是像它那一大块砖方形的，然后斜砌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雕饰的，这样的塔还很少见，是吧？我是没有见过第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很多的纹样，有佛菩萨，然后有神兽各种各样的造型在上头，很丰满。然后整个塔的塔身上全是这样的东西，布满了这样的雕刻。那么它反映了一种唐代的艺术风格吧。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是河南登封的净藏禅师塔，它是746年的作品，它是一个八角形的是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古老，甚至是最古老的一个八角形平面。它是高僧的一座木塔。那么从这座塔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壁柱也好，然后它的窗的细部也好，那么很多地方非常真实的反映了，包括它的斗拱反映了唐代的那个建筑的木结构建筑的形态，就是它在外形上，非常刻意的模仿了木结构的造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塔刹的部分，上头是一个宝珠，是吧？然后下头那个帘瓣托着它，然后帘瓣上都是雕刻。山东灵岩寺的惠崇禅师塔，这座塔稍微小一点，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石结构的那么一个木塔的形式。那么这个呢，大概也是公元8世纪的东西，700多年的东西，是一个僧人的木塔。那么另外有一个很漂亮的塔，就是这个比较晚，公元822年运城的泛舟禅师塔，一座圆形的塔，但是造型很漂亮。这是长庆2年的建筑，保存非常完整。再有是平顺海会院的明慧禅师塔，也是一个僧人的木塔，它的时间呢也是差不多9世纪了，就是9世纪末期了，就是877年的。这座塔是一个方形的一座石塔，但是造型很秀气。那么是这类石塔当中现存，我们从造型上来说可以说是最漂亮的一座。不过遗憾的是，这塔原来它那个门边上是有立式的，后来这个立式失窃，是吧？被偷走了，这个受了点损失，现在没找到。当然，这个塔的造型还是依然还是很漂亮。离我们最近，北京云居寺也有一些唐代的石塔被保留下来。它中间有一个主塔，然后两边4个角上4座小塔是唐代的。那么云居寺最早是隋大业年间建的，那么这个塔呢，应该还是唐代风格的东西。
从我们现存的情况、雕刻啊什么这些来判断，还是唐代风格的东西。